沈云暖，我以你母亲的珠钗为聘，娶你做我的妻子，可好？可原本该拿着这只珠钗娶我的人，不是江云舟。王母丢失的珠钗，作为彩头，出现在了京城这场万众瞩目的马球赛上。云暖，你放心，今日这场球赛，我定拔得头筹，把你母亲那只丢失的珠签完完整整给你赢回来。我信了他的承诺，以为他会为我鉴约。这些公子可真厉害，可不是吗？那个定北侯家的世子连着进了几个球了。燕哥哥加油！马球赛魁首，定北侯世子江云舟，彩头赤金点翠珠钗一只。马球赛第2名，宁远侯世子萧燕，彩头流云锦绣流仙裙一套。可他失信了，他故意输给了定北侯世子江云舟，只为了拿到作为第2名彩头的那件流仙裙。燕哥哥，3日后就是我的吉吉礼了，你能不能送那套流仙裙给我？长姐是嫡女，她的吉吉礼隆重，我不过是个庶女，本就比不得她，但我真的想要一套像姐姐那样漂亮的裙子。我生母是姨娘，平日里大家都瞧不起我们，若能穿上公主给的彩头，旁人定会高看姨娘一眼。我只求你这一件事，好不好？我想赢一次。你别哭了，我答应你便是。只是我原答应了你长姐，要为她赢回那只珠钗，那是她生母的遗物。没事儿，场上的公子都与燕哥哥相识，等他们赢了珠钗，哪有男子会喜欢首饰？到时候我们用银子帮姐姐买回来就是。我把我存的银子都拿出来。好，那套裙子，燕哥哥定为你赢回来。哎呀，姐姐，燕哥哥输了，居然把珠钗输给别人了。这不是你母亲的遗物吗？这可怎么办？定北侯世子和燕哥哥向来不和，他会不会愿意把珠钗卖给燕哥哥啊？妹妹，你这样蛇蝎心肠，你的燕哥哥知道吗？谢谢燕哥哥。那条流仙裙是公主殿下让京城最出名的绣娘花了3个月时间才做出来的，没想到萧世子为赢你赢回来了。萧世子对你可真好。听说沈家和萧家是世交，2家要定儿女亲事的。这么说，萧家看中的是如莹，真让人羡慕。我去后面试衣。云暖，这次是我失信于你。如莹说她吉吉里就只想要这条流仙裙，我没办法，只能应了她。你想要那只珠钗，定北侯世子不知为何不肯相让。不过不要紧，等我上门提亲时，我让人去百宝楼定制一只一模一样的，一定比你生母那只还要漂亮。我只怕以后再没有机会了。暖暖，谢谢燕哥哥，这裙子是我收到最好的吉吉里的礼物。长姐，有些事过去又何必抓着不放？那珠钗虽美，但是死人的东西，拿着不晦气吗？难不成还要燕哥哥定一只一模一样的死人的东西来下拼，就不怕不吉利吗？好了，都是我的不是，不就一只珠钗吗？我到时候给你打多几只，等我上门提亲时一起带去，给云暖妹妹赔个不是。你在这等着。你为一个死物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？死的人死了，活的人不是更重要吗？难道你母亲的一个旧珠钗比如莹的吉吉礼还重要吗？她可是你的妹妹，你今日如此任性，倒失了世家嫡女的气度。你好好想想吧，若你一直如此小气，实在担不起萧家主母之位。这门婚事，我倒要再三斟酌。原以为我在你心里是有位置的，没想到……慢些，别把东西摔坏了。父亲，你看好看吗？好看，我的女儿穿什么都好看。母亲去世后，父亲让胡姨娘母女搬进了主院，沈如英一直享受着嫡女的待遇。若非忌惮我外祖父，父亲早将她扶正。看起来啊，沈大人、萧世子，这沈府喜事连连，不知何时能喝到2家的喜酒啊？云暖，2家的亲事本该早定下来，我看3个月后入门，你说好不好？不对吧？原定2家成亲的日子不是1个月后吗？云暖，我们商量过了，因为你外祖父不肯让如莹的姨娘反正，导致如莹如今仍是庶女，不好嫁人。她身世可怜，我真的也不忍心。我问过岳父大人，他说让如莹1个月后先嫁入宁远侯府，3个月后我再迎你进门。
是让庶女做正室，嫡女做妾，宁远侯府是疯了吧？沈尚书怎么想的？这是萧家和父亲的意思，让沈如莹做宁远侯世子夫人。不论正室和妾室，云暖，如莹说了，就算她先入府做了世子夫人，她也绝对以你为尊，绝不和你争抢。你是尚书府嫡女，外祖父又是镇国将军，你身份尊贵，无论做什么京中都没人敢瞧不起你。可如莹不一样，她是庶女出身，每一步都走得艰辛。我只是想用这个法子让她过得好一些。镇国将军若是知道，怕是要从西北大营赶回来，把宁远侯府砸了。虽然你入门晚2个月，但是如莹亲口承诺了，你入府后，她不会让你喝婢子汤，她还允你怀孕生下子嗣，以后就把孩子记在她的名下，做嫡子抚养。姐姐，求你答应，燕哥哥也是因为心善，怜我是庶女命苦，所以才想出这个法子。妹妹命苦，胡姨娘在我母亲去世后第3日，便急不可耐地搬进了我母亲的院子，连我母亲生前的首饰都被她据为己有。而妹妹你，因为随口说了一句我的院子冬暖夏凉，便早早占了去。你住着尚书府最好的院子，吃穿用度堪比我这个嫡女，首饰你先挑，布料你先选，我倒不知，妹妹你到底是苦在了哪里？这身打扮起码价值1000金，京城里最得宠的贵女也都不过如此，她怎么敢说自己是不受宠的庶女？瞧那珠冠，那是百宝阁的镇店之宝，起码值100金呐。那个姨娘身上的云锦也价值不菲，这2母女比旁人家的正头娘子还要气派，沈家嫡女竟没她们富贵逼人。不是这样的，燕哥哥，你听我解释，只是今日是我的吉吉礼，父亲说不能在众人面前失了沈家的面子，我才不得不穿成这样的。这个珠冠和首饰其实都是父亲给姐姐定的，真的不是我的。哦，既然妹妹说是父亲给我定的，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宝珠，记下来，等及第礼一结束，记得去2小姐屋里，把这些父亲为我定做的珠冠首饰原封不动的拿回我屋里。是，大小姐。够了，沈云暖，不过就是一个珠冠，你何必把自己的亲妹妹逼到这个地上？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斤斤计较，哪还有半点世家嫡女的气度？我原本还有些不信你会对如莹不好，如今亲眼所见，平时我看不到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怎么欺负她。如莹以后会是未来的宁远侯世子夫人，这些凡俗之物，她根本还不看在眼里。况且如莹出嫁的时候，岳父大人也说过会有100台的嫁妆，她岂会在乎这1-2件首饰？100台嫁妆，父亲真是好大的手笔，我竟不知尚书府如今的家底竟能抬出100台嫁妆吗？怎么没有？库房里那些嫁妆我都给如懿备好了，一件不少。岳父大人和姨娘早已把嫁妆单子先给了我，就怕到时候你从中作梗。父亲，这些是什么？这是母亲当年留下的嫁妆，是留给我出嫁时的。你怎么敢拿来给沈如莹做嫁妆？你母亲已经死了，她既然嫁进了沈家，也就是如莹的嫡母，这留下的嫁妆给哪个女儿不一样？况且如莹先嫁，以后又是正牌的世子夫人，这嫁妆当然要先给她。你呢？你不过是个妾，到时候一顶小轿便抬过去了。你一个侍妾，说白了就是个下人，你还想要什么嫁妆？你住口！你不过一个下人，也敢对着府里的大小姐叫嚣！老爷，妾不活了，让大小姐这样当众侮辱，妾没脸见人了。你知道是侮辱。方才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妾就是下人吗？既然是下人，我这个嫡长女还打不得了？我母亲留给我的嫁妆一共120台，嫁妆单子我手里有1份，外祖将军府有1份，官府备案还有1份，我倒要看看你们今天谁敢拿我的嫁妆。姐姐，我们横竖都是要一起嫁进宁远侯府的，这东西抬进谁的屋子不一样。姐姐，你又何必咄咄逼人？如果世子夫人才10几台嫁妆，你一个妾却抬了100拍，这成什么样子？你让别人如何议论父亲，如何议论沈家？够了，沈云暖，我是你的父亲，这个家我说了算，我说嫁妆给谁便给谁。云暖，你以前那端庄大方的性子去哪儿了？怎么如今变得如此贪财，如此面目可憎？出嫁要从夫，你如此任性，怎么讨人喜欢？你若执意如此，我倒要再三斟酌你入府做妾的事了。哼，你要明白，我若不娶你，你就是个被退婚的人，到时候满京城，我看谁还敢娶你。萧世子，我想你搞错了一件事，我从未说过要嫁你。我们一无婚书，二无信物，
为何你口口声声认定了我沈云暖，非要嫁你不可？云暖，你放肆！今日是你妹妹的吉吉礼，你满口胡言，究竟想干什么？老爷，大小姐这是要把咱们沈家的天给掀了呀！她这是当着这么多夫人的面，要生生逼死妾身和如莹吗？我想干什么？我只是想问问父亲大人，您这记性是不是随着这几年的荣华富贵一起喂了狗了？你这个逆女！当年母亲去世，外祖父就在这大厅里提着那柄随他杀敌无数的斩马刀，险些劈了你这府邸。您跪在母亲病榻前，冷汗湿透了重衫，是怎么当着外祖父的面求饶的？您忘了，我可没忘。沈镇远，你若敢负我女儿，老夫定将你上书府鸡犬不留！岳父大人，我不敢，我绝不敢。父亲，暖暖，我的暖暖。夫人，我发誓，云暖的婚事我绝不做主，一切按你和岳父大人的意愿办。我沈镇远若插手半分，必遭天打雷劈，死无全尸。当年您因为愧疚，怕外祖父发难，在母亲临终前发了毒誓。怎么，如今外祖父身在西北，您就觉得那誓言是擦过脚的废纸，可以随手扔了？众位夫人大人都在，礼部尚书大人今日若是想违背亡妻遗命，欺辱幼女，那便尽管试试看。当年镇国将军确实狠，没想到沈大人是发过这种誓的。这种事儿也敢反悔，那可是沈母的临终托付啊。云暖，就算沈大人当年有过诺言，但你我两家的婚事是你母亲亲口与我母亲定下的口头之约，这是长辈们的共识，你岂能拿一个誓言就抹杀了所有情分？姐姐，你就算再恨我，也不能拿两家的交情开玩笑啊！你这样闹，让萧家以后如何自处？让燕哥哥以后如何抬得起头？当你为了沈如茵那条流仙裙，故意在赛场上输掉我母亲遗物的时候，你我之间早就没有半分情分了。那只是意外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会给你定做一只更好的。更好的？再好的东西，也不是我母亲留下的那一只。你这种随手可以舍弃我心爱之物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谈情分？口头之约也是约。沈云暖，你今日闹也闹够了，这婚事还轮不到你自己做主。那真是不巧，母亲当年不仅留了话给外祖父，还给我留下了一道真正的遗命。母亲临终前亲口所言，我沈云暖若喜欢谁，便赠与他最珍贡的珠钗，谁持那只珠钗来下聘求娶，我便嫁给谁。什么珠钗？那只珠钗不是在……不可能，这珠钗怎么会在你手里？这不可能！马球赛上明明被定北侯世子江云修。萧世子，你亲手输掉的东西，现在已经回到了他该在的地方。要娶我的人已拿珠钗下聘，按母亲遗命，女儿要嫁人了。你从何处得来的珠钗？这东西，马球赛那天明明是被定北侯世子江云洲赢了去。马球赛结束那天，我亲自带着重金去定北侯府，想把这东西买回来，可那庶子连门都不让我进，说这珠钗在他眼里重于千金，绝不转手。他连我的面子都不给，为何肯私下给你？定北侯世子江云洲，那可是京城出了名的火焰王，他竟然会将珠钗给沈大小姐？这孤男寡女的，珠钗又是这种私密物品，这中间怕是有猫腻啊！姐姐，你怎么能私下里拿定北侯世子的东西？那江世子是什么样的人？京城谁不知道？你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子，若是和他扯上关系，沈家的脸面往哪儿放？你难道云暖你和江云洲私下早有交集？你一个女子孤身一人，竟敢背着长辈和婚约私会外男？沈大人，您教出的好女儿，一个尚未出阁的嫡女，竟然在私底下和京城最跋扈的武将之子授受不亲，这传出去，您这礼部尚书的名声怕是要扫地了。沈云暖，你给我跪下！你老实交代，这珠钗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真的背着老夫去做那等伤风败俗、私相授受的勾当了？父亲，您不问萧世子为何在赛场上将母亲遗物拱手让人，反而在这大庭广众之下，跟着外人一起往亲生女儿身上扣莫须有的罪名。私相授受，萧世子，你与其在这里构陷我的名界，不如先照照镜子，看看你自己那副失信于人后的嘴脸有多难看。
大家听听，这就是沈家的嫡女，被戳破了奸情便开始血口喷人。除了私会，我实在想不出第二个理由。否则，那江云舟为何偏偏将这朱簪给了你？你敢说你和他没有私情吗？老爷，外面定北侯府的人抬着东西闯进来了。谁给你们的胆子在这里污蔑本世子的未婚妻？我与云暖是未婚夫妻，我送朱婵给她有何不可？未婚夫妻见面谈笑风生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外人在这里叫嚣私会二字了？未婚夫妻，江云舟，你莫要信口雌黄。沈云暖与我萧家自幼便有口头之约。口头之约，在律法面前，口头之约算什么废纸？江某已亲自去西北大营求见了镇国将军，将军感念云暖先母遗命，已当场写下允婚书。我已将此书送往官府备案，拿到了正式婚书。沈云大人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官府文书，哪一样不比你那所谓的口头约定更有分量？哪一样是私会外男？我是光明正大的来见云暖。至于为什么今天才来，不过是因为我为了给云暖列一对寓意白头偕老的纯色活宴，在郊外多守了一夜，这才晚来了一天罢了。不像某些人连个珠钗都守不住，还敢在这里谈名节。云暖，你明知道这珠钗对我意味着什么，江云舟，你使了什么卑鄙手段夺了这支钗？萧燕，你问他使了什么手段，倒不如问问你自己，在马球赛上动了什么心思。按母亲遗命，执此钗者极为良序。这珠钗虽并未由我亲手相赠，却在兜转落到了定北侯世子手上。你觉得这是巧合吗？本来在马球赛上，是你口口声声答应我，定会拔得头筹夺回珠钗。可临了呢，你为了沈如莹的一条流仙裙，在最后关头故意放了手。你放弃夺钗的那一刻，就该想到今日的结果。萧燕，这就是天意。为了讨好庶妹，舍弃王母遗物，这萧世子的人品，嘴上说着情深意重，真遇到利益，还不是选了那条裙子？现在倒有脸来怪别人横刀夺爱了。萧世子，听清楚了吗？暖暖说让你愿赌服输。定北侯府下聘东海红珊瑚一对，如意锦缎50匹，赤金走龙一对。活的大雁，还是这种极品白雁？这江少子为了这聘礼是费了多大的心思？那是皇上御赐给老侯爷的那柄玉如意。天哪，连这种传家都抬出来了，可见定北侯府对这位世子夫人的重视程度。江世子，这聘礼实在太重了，老夫……暖暖，好孩子，快让伯母瞧瞧。当年我与你母亲也是手帕交，若是她还在，定舍不得你受这等委屈。暖暖见过夫人。如今你外祖父在西北大营已经回信允了这门亲事，我高兴得不得了。他老人家在信中交代，让我全权操办，断不能让你受了半点亏待。沈大人，这婚期我已经请钦天监看过了，大吉之日就在3日后。3日后？这未免也太仓促了，沈家还没准备好嫁妆。沈大人无需操心，聘礼中凤冠霞帔、喜服仪仗我全部准备好了，你什么也无需操心。暖暖只需开开心心嫁进我们定北侯府，从今往后，暖暖便是我的女儿一般。若是谁敢在这最后3天出什么幺蛾子，3日就出嫁，这成什么体统，跟赶着投胎似的。暖暖，走，伯母带你去瞧瞧那套喜服，那可是我专门请了内务府最好的绣娘，连夜为你赶制的。好啊，凤冠
官霞帔，明媒正娶。好，这下老奴就算地下见了夫人，也总算有个交代了。多谢侯夫人。沈氏都死透了，你守着这些死物给谁看？赶紧把嫁妆单子交出来，我还能让你在府里安安稳稳过个冬。这是夫人给大小姐留的念想，是夫人的命根子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夫人，老奴没用，护不住您的东西。可老奴就算豁出这条命，也得看大小姐风光出嫁的那一天。好一个沈云暖，你真是长本事了！如今你要嫁人，甚至连婚期都定了，竟然都不用知会我这个父亲了，是吗？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？还有没有沈家的家规？沈大人，您这话可就差了。我这不是正带着人敲锣打鼓，抬着聘礼来知会您了吗？今日下聘，可是当着满京城达官显贵的面，当着您沈大人的面呢。从此往后，咱们就是亲家了。还是说，亲家是对我们定北侯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？若有，你大可以当众说出来，咱们也好商量商量。我不相信，沈云暖，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会突然和江云洲在一起？你为什么要嫁给他？你说！沈云暖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你一直喜欢的人是我，不是吗？从小到大，你眼里只有我，你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天内就变了心？你明知道我与江云洲素来不合，他是我的死对头，你故意选在这个时候答应他的求娶，不就是为了找他来气我、报复我吗？这萧之子莫不是疯了？这种时候还说这种话，自视身高罢了，总觉得全天下的女子都得围着他转。好，如果就因为我让如莹先入门，你便如此拈酸吃醋，闹出这么多乱子，我们可以再商议。大不了我允你们同一日入门，我亲自去跟家父家母说，让你和如莹同日进我宁远侯府的大门，这样你总该满意了吧？萧世子，还请自重。你已经和我的好叔妹交换了信物，也定了婚事，全京城的人都看着呢。你我就此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就不必再执着于我了，更不必在这儿演什么深情戏码。我和定北侯世子的婚事定在3日后，若你还顾念一点世交的情分，到那天，请来喝一杯喜酒。够了，沈云暖，你非要这样糟蹋两家的名声吗？就因为一个名分，你要将两家闹得都没了脸面才高兴吗？宁远侯世子夫人的位置，对你来说就这么要紧吗？好，你非要如此逼我，我许你平妻之位，这总行了吧？平妻？让将军府的外孙女、尚书府的嫡女去当平妻？这萧世子真是羞辱死人不偿命啊！云暖方才的话，萧世祖是一个字也听不懂，还是这耳朵里塞了驴毛，存心要在本世子面前装疯卖傻。江云洲，你别欺人太甚！两家世交，你这分明是趁火打劫，是在强抢！抢？沈云暖如今是我定北侯府明媒正娶的世子夫人，婚书已立，官符已备，她要与我成亲了，从此与你萧燕再无瓜葛。你若再敢动暖暖一根手指，本世子不介意在大婚见血之前，先让你宁远侯府见见血。萧燕，你口口声声拿宁远侯府的门第来压人，可你似乎忘了，你们萧家不过是这几年靠着裙带关系才刚封的侯爵，底蕴薄得像张纸。而我们定北侯府几代世袭侯爵之位，祖上随太祖开疆拓土、封狼熏松的时候，你们萧家先祖还在街头给人当马夫呢。
100年世家的积淀，岂是你这等根基浅薄、满身铜兽之气的人能比？更何况，我与云暖的婚事已上达天听，我早已禀明皇上，皇后娘娘感念神母生前旧情，特意赏赐了龙凤如意，亲自为了婚事背书。这样的婚事，你也敢来破坏？萧燕，你是嫌自己的命太长，还是想拉着你们萧家满门去大牢里尝尝抗旨的滋味？萧燕，你自己抓不住的明珠，如今落在我手里，你除了认命，别无选择。说的是啊，到底是定北侯府，这气势，萧家真是一辈子也撵不上。人家江少子这家世是实打实的战功换来的地位，萧家呵呵不过是沾了宫里贵人的光罢了。瞧啊，萧世子，你口中那位身世可怜的沈二小姐，不正在那儿等着你这位宁远侯世子的垂青吗？哎呀，真是啊！燕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我也是，比看路边的乞丐还要闲。哎呦，真是活久见了！瞧瞧沈家二小姐那副打扮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里的暴发户进京了呢，生怕别人看不见她那一身赤金。哼，那流仙裙本是仙气十足的宝物，穿在她身上，平白多了一股子风尘小家子气。到底是姨娘肚子出来的，有些东西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。你看他那眼神，盯着那几箱聘礼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比起云暖那通身的一等嫡女气派，这沈如莹站在这儿，简直像足了一个供人取乐的笑话。我们如莹以后进了侯府，那是要当家做主的，首饰多点怎么了？那叫排场。够了！你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还不快给我滚下去！姐姐，你当真要为了跟我赌气，就把自己的一辈子填进定北侯府吗？你与燕哥哥青梅竹马，情分深厚，你怎么能为了报复就这样狠心伤了他的心？你这又是何苦作践自己？这二小姐倒真是个长情的，这时候还想着姐姐，可不是嘛？这青梅竹马的情分，哪是说断就能断的？姐姐，他让我先入门，不过是怜我身世可怜，怕我在这府里没个依仗。如果你真的在乎这个名分，我愿意退让。燕哥哥，我不求什么名分了，只要姐姐能回来，我愿意让她先入门，好不好？妹妹倒也不必如此委曲求全，你这副模样，若是让不知情的人看了，还以为是我沈云寒强抢了你的姻缘。萧世子既然如此怜惜你，觉得你命苦，那你就好好享受他的怜爱吧。这种怜爱，我沈云暖不稀罕，也接不起。姐姐，你记住了，从今往后，我与你永远不会共嫁一人，更不会共侍一夫。这种共侍一夫的福气，你自己留着消受便好。还祝妹妹和萧世子举案齐眉，夫妻和美。希望到时候妹妹的及笄礼和婚礼能如同今日这般热闹。逆女，你竟敢如此羞辱你的亲妹妹！滚！都给我滚回屋去！听说了吗？今儿个沈尚书府上的及笄礼闹翻天了。不是说是宁远侯府去下聘吗？怎么闹翻了？哪儿啊？下聘的是宁远侯府没错，可是下的不是给庶女沈如莹的聘。定北侯世子江云洲
亲自抬着120排聘礼，当场把嫡女沈云暖给定下了。不止呢，听说连皇上赏的玉如意都抬进神府大门了。那江世子当众放话，3日后就要成婚。这沈家嫡女也是厉害，转头就嫁了更有权势的定北侯府。那是萧世子活该，放着好好的嫡妻不娶，非要宠那姨娘生的。这下可好，脸都丢到姥姥家去。现在满城皆知，都在笑话我。凭什么他沈云暖能嫁给江云舟？我也没想到那个江云舟会横插一杠子。如影，你先别慌。3日后成婚太仓促了，指不准出什么乱子呢。听说了吗？府门口那些定北侯府送来的礼，把院子都占满了。可不是吗？比二小姐那几箱子沉甸甸的多了。这嫡女嫁人到底是不同。滚！都给我滚！萧烨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！现在全京城都在传我们宁远侯府捡了榆木丢了珍珠，你让我的老脸往哪儿搁？母亲，我只是想拉如影一把。拉他一把？你这一拉，把沈云暖拉到了江云舟怀里。哼，3日后成婚。哼，我倒要看看这场婚事他们能不能办得成。啊！大小姐，您听，外面全是议论您和定北侯世子婚事的，都在说江世子对您看重呢。看重也好，嘲讽也罢，这满城风雨，不过是江云舟送我的第一份大礼。小心着点儿，这可是定北侯府老侯爷珍藏的红珊瑚，碎了你们可赔不起。宝珠姐姐放心吧，咱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好宝贝，整整100台啊，把院门都快挤破了。这都只是鸡壳这扭扭。拿走，都给我拿走！这些寒酸东西是诚心来羞辱我的吗？燕哥哥，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姐姐出嫁是100台聘礼，而我只有这区区10几台？是不是因为姐姐不嫁了，改嫁了定北侯府，所以你们宁远侯府便看不起我了？就因为我是个庶女，你们就可以这样糟蹋我的脸面吗？如影，那是定北侯府，我们宁远侯府如今的情况，比不得他们。比不得他们？可你说过要让我风风光光进门的，现在京城里谁不在看我的笑话？他们说我沈如意抢了姐姐的男人，最后却只值10几台聘礼。混账！你这个逆子，我宁远侯府名声全让你给毁了！谁家世子夫人是个姨娘生的庶女？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让庶女做妻，嫡女做妾，这叫倒反天罡！我看你是被那个沈如琪迷的脑子都进了水了。你让她先入门，现在好了，沈云暖转头成了定北侯世子夫人，以后进宫拜见，你还得带着那个庶女去给沈云暖行礼。你想过我的脸面吗？我想起要和那些夫人们坐在一起，被他们指指点点，我就抬不起头来。那些聘礼绝对不能超过沈云暖的1半。1半？想都别想！那种身份的庶女也配让我侯府去正经下聘？还想要对比云暖的100台聘礼？绝无可能！按京城的规矩，庶女入府，聘礼顶破天也就10几排，世子若非要娶，便只有这些。是，母亲，
这样如影怎么在沈家抬得起头？抬不起头就缩着。我不仅要在聘礼上压他，规矩上也绝不能乱。成亲的规制只能按娶妾的规格，而且你必须同时娶平息。我已经和承平伯府商议好了，他们的嫡女柳氏会和你选的那位沈氏同日进门。燕哥哥，你回去求求侯夫人好不好？只要再加30胎，不20胎也行啊。如影，我母亲已经定下了，不仅聘礼只有这些，1个月后，承平伯府的柳氏也会和你同一日进门。她是平妻，和你名分相当，这是宁远侯府最后的底线。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不许搬！沈云暖，你还要不要脸？父亲亲口说过，这些嫁妆有我的一半，你凭什么趁着先嫁就把这些东西全都据为己有？妹妹这话听着稀奇，你的嫁妆不去问你的亲生娘亲要，跑到我的院子里来抢什么？什么你的我的，这都是沈府的东西。父亲说这府里的一切将来都有我一份，凭什么你一个人独占120匹？沈如莹，你是没长脑子还是没长眼睛？你没有自己的娘亲吗？看清楚了，这些嫁妆全是我母亲留给我的，是我外祖家一刀一浆拼出来的家底。你想要嫁妆，问问你那位搬进主院的娘亲，问问她有没有给你备下那所谓的一半便是。大小姐，话不能这么说。夫人虽不在了，可我也是如莹的娘。这府里的库房，怎么自己拿不出嫁妆，反而合起伙来抢别人的了？胡姨娘，这抢夺亡人遗物、私吞嫡女嫁妆的罪名，你那柔弱的肩膀怕是扛不起吧？就是啊，没见过庶女抢嫡母嫁妆的，传出去也不怕笑死人。大概是觉得世子夫人那1、2件首饰不够撑场面，盯着咱们夫人的宝贝呢。闭嘴！你们这些下贱胚子！我不信，父亲一定不会让你一个人带走这么东西，他答应过我的，他一定会为我做主。吵什么吵？成何体统？父亲，您快看姐姐啊！她要把母亲所有的东西都带走，一分都不给我留。您说过要疼我的，如今没了这些嫁妆，到了宁远侯府怎么活呀？云暖啊，如莹说的没错，她虽是庶出，但也是尚书府的2小姐。你这样凭一己之私带走全部，让她情何以堪？这嫁妆当有她的一半。父亲这样说，不如咱们现在就去衙门问问。我也想请京兆府府尹大人给断断，这生母留给亲生女儿的嫁妆，在大庆朝的律法里，到底要不要给庶女分一半？你竟敢拿官府来压我！父亲这是要动手吗？父亲怕什么？您是礼部尚书，最是懂礼。既然您觉得该给，那咱们就请满京城的人都来评评理，让所有人看看，堂堂礼部尚书大人是如何的懂礼，是如何的不要脸。逆女，你竟敢如此忤逆亲父！父亲要动手，您打下来试试。可您别忘记了，算算日子，外祖父今日便要凯旋归来了。外祖父最疼母亲，也最疼我。若是他老人家回来，
看见我被父亲因为抢夺母亲遗物而掌我，必然要进府问个清楚明白。到时候面对镇国将军的斩马刀，父亲大人可想好如何回答了吗？您是想说如莹妹妹命苦，还是想说您这礼部尚书缺钱花了？老爷息怒，大小姐也是一时情急。父亲这话真是说笑了。听您的意思，若您不当没我这个女儿，您就会为我出头了。好一个牙尖嘴利！你既然这般厉害，能攀上定北侯府的高枝，以后出嫁也别说是我的女儿。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日后你在定北侯府若是受了半点欺负，被人家婆婆切磨，你也休想回沈家哭诉，更别指望我能为你出头做主。从今往后，我只当没有你这女儿。这10几年来，胡姨娘母女占我院落，克我月例，抢我首饰的时候，父亲您在哪儿？我生病无人问闲，嬷嬷跪在主院求药被拦的时候，您又在哪儿？要不是外祖父，我恐怕早就……这满府的风雨，不都是您这个当父亲的亲手带给我的吗？可不是嘛，老爷什么时候管过咱们大小姐？现在倒做出一副施恩的模样。嘘，快别说了，老爷那是恼羞成怒了。逆女，不知悔改，你就等着哭的那天吧。大小姐，你这又是何必？把老爷气出个好歹来，你名声也毁了。我倒不知姨娘什么时候开始操心起我的名声来了。与其在这儿废话，不如赶紧去帮妹妹看看她那10几箱子贵重聘礼。定北侯府聘礼加神母嫁妆，共计168台。封箱。大小姐，原本咱们那儿是120台，现在加上江世子送来的极品宝贝，整整挤实了168箱。这要是抬出去，那就是货真价实的10里红妆，满京城的姑娘怕是都要红了眼了。这算什么？这是宁远侯府下聘，还是打发乞丐？父亲刚才还说她是逆女，可结果呢？她的聘礼加嫁妆像山一样，我却只能守着这几口破箱子。我是庶女，所以宁远侯府就这样作践我吗？如莹别哭，娘把自己压箱底的那些东西全给你添上，总不能让你太丢人。虽比不过沈氏生前留下的，但也总能凑个场面。去，把府库里那几套头面和布料全取出来，给二小姐添妆。老爷，那可是府里压箱底的东西了，这要是给了二小姐，给！难道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着尚书府的二小姐出嫁只有10几台聘礼，让老夫的脸被那个逆女踩在地上踩碎吗？听说了吗？隔壁二小姐为了那10几台聘礼，跟宁远侯世子闹得不可开交呢。闹有什么用？那世子妃的位置本就是咱们大小姐的，小世子这会儿怕是肠子都悔青了。滚开！我有话要对云暖说。萧世子，明日便是我家小姐大喜之日，您深夜造访，怕是不合礼数吧？云暖，我坐立难安。我知道，你嫁给定北侯世子，不过是为了气我，为了报复我对如莹的怜悯，对不对？世子慎言，江沈两家已立下婚书，名正言顺。云暖，我知你嫁给别人皆是我的错，那珠钗，那刘仙裙，是我糊涂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若愿意回来，愿意嫁给我为正妻，我现在就回府求我父亲，我会让他老人家豁出脸皮进宫请罪，求皇上为你我赐婚。只要你点头，你依然是宁远侯府唯一的世子妃。如莹，我让她做妾，
绝不让他越过你去。你可愿意？萧世子，您觉得这天下间的名分都是您可以随手丢弃又随手捡起的玩物吗？我不愿意。我明日便要出家了。世子，日后各自安好吧。你当真对我一点旧情都不念了？虽然我未能为你争回那只旧珠钗，但我还是叫百宝阁专门打造了一只，上面镶了最好的珠宝和东珠。原想着提亲时送你，现在只能给你添妆了。宝珠，替我捧着。是小姐。多谢师兄的添妆。师兄，你叫我师兄？世子爷，请回吧。老爷，您快瞧瞧这些，那可是沈母当年留下的整整几十箱金玉首饰。若是全让沈云暖带去了定北侯府，咱们尚书府可就真的被掏空了。如营那边才几十台嫁妆，到了宁远侯府，那些眼皮子浅的婆子指不定怎么笑话他。若是能把这些换一换……慎言，这若是让江云州的人发现了，是闹着玩的吗？怕什么？那些抬箱子的人明日只管抬，谁会当众开箱验看？等进了定北侯府的大门再发现，那也是他们府里自个儿的事儿，总不能赖到咱们头上。老爷，您看这套红宝枝头面，若是换成咱们刚打的那套鎏金的，外表瞧着一模一样，谁能分得出来？管家，带人过来，轻点声。你瞧见了没？那是老爷，他们竟然在偷大小姐的嫁妆！快，别看了！若是被抓到，咱们命都没了！快去告诉宝珠姐姐。老爷，这样不好吧？万一被大小姐江世子知道了怎么办？这本就是沈家的东西，她是我的女儿，拿她几箱首饰给如音添妆，本就是理所应当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江云州再厉害，还能管到老丈人的库房里不成？老爷英明，这样一来，如英明日便能多出10几箱沉甸甸的嫁妆，看那沈云暖还怎么得意。姐姐，你快瞧瞧这些！外人都说嫡母当年出嫁是十里红妆，富可敌国，可现在一看，原来这首饰全是鎏金的次货啊！若是让定北侯府的人看见，还以为咱们尚书府落魄到了要拿假货充脸面的地步，传出去真是要笑死京城所有人。可不是嘛，大小姐，这定北侯世子眼界高。要是大婚夜发现这些东西，您的脸往哪儿搁？这些东西为何会变成这样，你们心里最清楚。老爷，大将军回城了，已经进府了。谁敢说我镇国将军府抬出的嫁妆是鎏金的？岳父大人，您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沈镇远，老夫在边关杀敌，你们就在京城坐垫我女儿留下的遗物。来人！把这些假货全给我抬上！
直接去衙门报官。尚书府光天化日之下出了贼，竟然将我女儿的首饰全换了。若不查个水落石出，我看那京兆府府尹的位置，他也可以卷铺盖走人了。慢着，岳父大人，不用报官，万万不可报官。家丑不可外扬，这事儿老夫能查清楚。好你个！老夫昨日便看你鬼鬼祟祟的从库房里往外团东西，原以为你是去清理尘土，没想到你竟然敢偷换首饰。说，是不是你换了暖暖的首饰？你是不是想关进大狱里吃牢饭？父亲，姨娘将军，饶命！是妾身猪油蒙了心，想着如英出嫁，聘礼单薄，才想为她多要些嫁妆。老爷，妾身知错了。既然知道是偷，那就还不赶紧拿出来？难道要老夫亲自带兵去搜你的院子？回禀大将军、大小姐，这些才是夫人的遗物，分毫不差。父亲英明，若不是父亲昨日亲眼所见，恐怕这些东西今日就要石沉大海了。岳父大人，误会，都是这没用的东西惹的祸。我的暖暖受苦了。沈真元，这件事没完。家贼难防。沈真元，你这尚书府里的贼胃口倒是不小，竟敢算计到老夫女儿的头上。老夫且问你，若非今日老夫赶到，我将军府的东西是不是就这么好偷？我暖暖的嫁妆是不是就要被这吞的骨头都不剩？岳父大人息怒，是老夫管教不严，是老夫被这妇人蒙蔽了双眼啊！来人，把这胆大包天的胡氏给我压下去！你这个品行不端的人，竟敢在库房里玩这种偷梁换柱的把戏，败坏沈家名声，离间我父女深情，老夫今日绝不饶你！老爷，您昨日明明……你想害死整个沈家吗？闭嘴！岳父大人，此等恶仆不严惩，沈家法度何在？来人，重打30大板，即刻送到城外最偏远的庄子上去。没有老夫的命令，终生不许回京。父亲，求您饶了姨娘吧，她是为了我，她全是为了我。大小姐，您瞧，这便叫狗咬狗。当初他占夫人院子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有今日？扔上马车，送走，别在这儿晦气。哼，沈真元，你最好记住，暖暖明日出嫁，若再有半点差池，老夫劈了你这尚书府！这才是真正的十里红妆啊！那箱子沉的，4个壮汉抬着都费劲。听说了吗？这尚书府的姨娘想偷嫁妆，刚被大将军给办了，还是嫡出的尊贵啊！暖暖，走，外公送你。定北侯府若敢委屈你，外公的10万兵名便是你的仪仗。暖暖，我来接你了。圣花叫了，咱们回家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能有江云洲这样的夫君，能有这样的排场？新娘子上花轿，起轿！沈家，再见了。快看，定北侯府这回真是下了血本。
台阶上都撒了金箔。沈大小姐，这才是真正的苦尽甘来，比起那偷摸半级别里的庶妹，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。新娘子跨火盆，岁岁平安红火。一拜天地。听说江世子为了这婚事，亲自去给老将军递了投名状。可不是，江沈联姻，这京城的局势怕是要变了。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，送入洞房。夫人，辛苦了。我倒是有件事一直想问世子。马球赛那日，你拿着珠钗向我求亲时，你是如何一眼就认出这是我母亲的珠钗？其实，我母亲与你母亲生前是闺中至交，她曾多次见过你母亲佩戴这只珠钗。还有一事，其实那天在马厩边，你在偷听萧燕和沈如莹说话的时候，我也恰好在那里，只不过你没发现罢了。原来江世子还有偷听的嗜好。我那是护卫，我原想着沈家那母女既然如此算计你，母亲又极怜惜你，我便替你赢了珠钗送回去便是，却没曾想母亲却知晓这里面持珠钗即可提亲的事情。阴差阳错，未必不是歪打正着。也许是母亲在天之灵看不得我受委屈，才保佑我觅得良人。以后没人能再欺负你。主子，方才听外头传信的人说，宁远侯府那边也定下日子了。听说萧世子下个月要同一日迎2位正册进门，满大街的人都等着看笑话呢。旁人的热闹与我们无关，只是政策有别，嫡庶有序，有些差距从一开始就注定了。哟，瞧瞧，这就是那位抢了嫡姐夫婿的沈家二小姐。这嫁妆也就几十台吧，寒酸的要命。你也不看她什么身份，一个庶女能有这些就不错了，能跟人家承平伯府的嫡女比吗？这庶女也是没脸没皮，勾搭未来姐夫。结果呢，嫡姐转身嫁给定北侯世子，那才是真的十里红妆全程侧目。她费尽心机抢过来的，结果还得跟别的女人同日进门。可不是嘛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永远只配跟人分宠。以后进了侯府，谁是正妻，谁是贱妾，还真说不准呢。小姐，忍一忍，这时候若是闹起来，宁远侯府的脸面就丢光了，世子爷会怪罪的。连这群品行低劣的人都敢编排我，他们凭什么？凭什么沈云暖嫁得更好，我就要受这种屈辱？一拜天地。这可真是京城独一份的奇景，世子爷一左一右，这今后后宅怕是要翻天了。翻什么天？嫡庶有别，刘家那位可是带着承平伯府的底气来的，沈是一个庶女，不过是仗着旧情，等情分磨没了，看她怎么活。
送入洞房。什么时辰了？世子爷还没处理完前厅的宾客吗？小姐，已经是子时了。夫人，世子爷交代了，今日礼数繁琐，他累了，便在柳夫人那边歇了。世子说了，让夫人早些歇息，不必再等了。世子爷早，世子爷可要在咱们这儿用了早膳再走？不必了，我去芳菲阁瞧瞧。瞧见没？到底是正经嫡女进门，世子爷昨晚即便再惦记那个，还不是得老老实实守在咱们夫人房里？那芳菲阁的审视，怕是等了一宿吧？听说昨晚那边灯亮到3更呢，真是笑死人了。去，吩咐厨房把原本备在清幽园的那道如莹爱吃的点心，通通送到芳菲阁来。今日我陪二夫人用膳。你还来做什么？洞房花烛，夫君陪哪位夫人过？这也意味着这后宅的天平倾向谁？萧燕，你昨晚走的那么干脆，你可曾想过我在这屋里是如何熬过来的？如莹，我那是为了伯府的颜面，那是为了你母亲的规矩。在你心里，我到底算什么？好了，莫要闹了。昨晚的事是我对不住你，这不，一早我便推了柳氏那边的陈醒，专门来陪你用早餐。你还来我这里干什么？你去陪那个狐妹子好了。说是平妻，新婚之夜你却只陪了她。今天全府的下人都在看我的笑话，以后我在府里还怎么服人，怎么抬头做人？我若宿你屋里，柳氏又如何服人，又如何抬头做人？如莹，你莫要忘了，她是承平伯府的嫡女，而你不过是沈家出来的庶女。我母亲说了，嫡庶有别。我昨晚宿在清幽园是全了侯府的体面，不过是昨晚在他处，今日在你这里罢了。你有什么可闹的？你若不满意，大可回沈家去。反正昨晚我与你也未成真夫妻，这婚事退了也干净。你若再这么不知进退，大不了我给你一纸放妻书，让你回上尚书府去做你的二小姐。不知所谓。小姐，世子爷走了。他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他说过他心里眼里只有我的。既然都进了我侯府的大门，有些规矩，我今日便说透了。侯府的嫡子必得从正室肚子里爬出来，而这正室之位，须得是高门嫡女。若立一个姨娘养的庶女为世子夫人，传出去，我宁远侯府就是全京城的笑话。周嬷嬷，记住了，日后若是府里有了喜讯，也得看是从哪间屋子传出来的。没那个命，就别做那个梦。是，老奴记下了。小姐，这夫人话也说得太绝了，您可是老爷亲口许的平妻。平妻，在他们眼里，平妻也不过是好听点的妾。
我娘教过我，男人的心是软的，只要抓住了萧燕，这规矩迟早能破。如莹，你怎么在这儿站着？夫君，我不求名分，只求夫君心里还有如莹的一席之地。只要能在夫君身边，做牛做马，如莹也认了。刘姐姐安好。哎呀，世子爷昨晚又在芳菲阁宿的晚了，如莹今日起得迟了些，姐姐莫怪。妹妹这半个月当真是受累了，可你不会以为仅凭留得住世子爷几夜，便能生下侯府的嫡子吧？别费劲了，婆母早有交代，侯府的嫡长孙必须出自高门嫡女的肚子。而你，沈如莹，你摸摸自己的骨头，你够那个身份吗？你胡说！夫君说了，谁先生下子嗣再说。这半个月，夫君连你的房门都没进过，你守着那嫡女的名头又有何用？你便别做梦了。他不进我的房又如何？只要我不点头，你生出来的顶多是个没名没分的孩子。你且生吧，看看你生出来的能不能进得去宗谱。只要我柳氏在一天，你就永远只能是个上不得台面的。绝不可能！我一定会生下嫡子，一定会坐上那世子夫人的位置。萧燕是我的，谁也抢不走。瞧，那是宁远侯府的，一左一右带了2位嫔妾出来。这宁远侯夫人也是个会平衡的主。什么平衡？你看那沈家的庶女穿的跟正头娘子差不多了，到底是姨娘教出来的，上不得台面。哎呀，我说那背影怎么瞧着如此眼熟？原来是姐姐。姐姐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？难不成定北侯世子刚成亲几个月便嫌弃了你不成？像这样的宴席，江世子也不送姐姐来吗？莫非是姐姐哪里做的不好，惹得世子爷不快了？姐姐，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咱们身为女子，这出嫁从夫，子嗣才是天大的事。你成亲几个月，也不见听说有什么好消息。如果真的不能生养，还不如赶紧大度些，给世子纳几个年轻漂亮的妾室才对。定北侯世子身份何等尊贵，身边只有你一个，气势怎么高？姐姐也太不贤良了。这样下去，只会让定北侯府断了香火，那罪过可就大了。妹妹这样操心别人的子嗣，不如先操心操心你自己吧。我有什么好操心的？夫君心里只有我，这子嗣迟早是吗？可我怎么听说宁远侯夫人私下里早已放了话，世子的2位妻室，无论你们怎么争，这侯府未来的嫡长子，非得看是谁生的。哦，不对，瞧我这记性，侯夫人好像还说了，这未来的世子夫人之位，名分得正，身份得贵，必须是高门嫡女所出的孩子，才配承袭爵位。妹妹，你这庶女的身份好像够不上这嫡出的门槛啊！不知你打算多生几个，能不能拼出一个嫡女的出身来？你胡说！夫君说了，只要我先生下儿子，他就会去求父亲抬我为正。男人在床围间的承诺，妹妹也当真。你且去问问你身后的刘姐姐，看看她愿不愿意让你一个庶女爬到她头上。不可能，都是假的！你在嫉妒我！你生不出孩子，就在这里编排我！妹妹，嫉妒这种东西是对强者才有的情绪。至于你，一个被用来当做平衡工具的庶女，还不值得我动那个心思。真是小人。沈如莹，你在闹什么？显脸丢的不够多吗？还不给我回来！妹妹，在这京城的圈子里，光有宠是不够的，这身份的沟壑，你就是再生10个也填不清。你胡说！你为了气我，竟然敢编造婆母的闲话！
我是世子心尖上的人，只要我生下长子，除非那个占着嫡女名号的人生不出孩子。哎呦，我的好孩子，快起来！你现在可是金贵之躯，哪受得了这些虚礼？你们瞧瞧，江云洲那小子，平日里瞧着跟个冷面阎王似的，腾起媳妇儿来却比谁都心细。今日天还没亮，他就巴巴遣了下人来我府里，说你如今有了身孕，嘴馋得紧，断不能乱吃东西，尤其是你爱喝的那口酸梅汤。暖丫头，你不知道，他呀是惦记我府里那个秘制的方子，爸爸问我讨了去，说要回府亲自给你煮。哇，夫君他确实有些小题大做了。这哪是小题大做，这是疼你。我已经让小厨房专门按方子给你做了些温软的吃食，快随我去偏殿用一些。等云州那小子待会儿忙完了过来，见你少了一根头发，怕是都要怪我这当姑母的不是。怀孕？她竟然怀孕了，凭什么？瞧瞧，都是尚书府出来的姐妹，怎么人家嫁了定北侯府就有孕了？倒是咱们这位妹妹，天天使了劲儿霸着夫君，连我清幽园的门都不让夫君进。怎么霸了大半个月，这肚子也没个动静？不会是不能生养吧？柳青堂，你闭嘴！不过说到底，你生不生得出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就算生了，那也不过是个妾。你心心念念的世子夫人之位，只要我柳青堂怀上孩子那一日，便是我的。你永远只能在泥里看着。二夫人，咱回吧。这嫡女和庶女的命，当真是从出生就定下了，争不来的。争不来？既然生不出来，那大家都别生了。世子夫人的位置，谁也别想抢走。如影，大夫说你是急火攻心，怎么去了一趟寿宴，竟病成这样？夫君，如影没有。如影想陪在夫君身边，可这身子不争气。如影病着，不能服侍夫君周全。夫君便去刘姐姐屋里吧。她性子傲，若夫君不去，她又要怨如影了。你都病成这样了，还想着她？只要夫君偶尔能来看看如影，别忘记了如影，如影就知足了。胡说！我每日陪你用了晚膳再去那边，这府里没人能越过你去。夫君，这是如影特意问大夫讨的补身方子，您最近辛苦，趁热喝了。如影的心意，我自然要喝。世子爷吐血了，快喊大夫！说，世子到底怎么了？回夫人，世子爷体内似乎有几种极其阴损的药性相冲，这药带有剧毒，虽然此时保住了命，但这药伤及了根本，以后怕是有些麻烦。与子嗣极其有碍。绝嗣，你胡说什么？给我查！翻天了，这侯府居然有人敢谋害世子！去查世子今日吃了什么，碰了谁？给我搜！谁敢给我儿下毒，我定要将他碎尸万段！这药罐里的东西和世子中着毒一模一样，审视房里的红木夹子里还剩了大半包，他根本就没打算藏。沈如影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我儿子？你疯了吗？是啊，是我下的药。婆母，您不是说侯府的嫡子必须从高门嫡女的肚子里爬出来吗？如影，我待你不薄，为了你我连云暖都弃了，你为何要如此狠毒？待我不薄？你是想说你让我做平卿，我受尽柳氏的白眼和奴婢的嘲笑，是待我不薄？萧夜，你给我的不过是一场骗局。反正我也当不了世子夫人，这辈子我也没指望了。那既然如此，不如大家都别生了吧，让柳氏做了世子夫人，我也要她做一个绝嗣的世子夫人。我要让这宁远侯府彻底断子绝孙。沈如心，你这个疯子！来人，把这个妇人给我捆了，明天一早送去官府，我要让她在大狱里关一辈子。送官晚了。
也还是宁远侯府的聘妻。刘氏，只要世子无后，你那个世子夫人的位置就是个空壳。我死了也占着这个位子，谁也别想做世子夫人。沈氏死了倒干净，可怜世子爷这辈子都毁了。大夫说了，彻底绝了嗣，没药可医。唉，这有冤都没处诉去，人死如灯灭，侯府算是彻底完了。萧燕，你少在这装死！和离，我要和你和离！和离，你也要走？我不走，难道陪你在侯府等死吗？你自己不能生养，凭什么要耽误我的年华？你要是识相，就赶紧把和离签了。听说了吗？宁远侯世子绝嗣了，是那个死掉的沈氏下的手。该，当初放着那么好的嫡长女沈云暖不娶，非要弄个庶女进来折腾，这下好了，柳家小姐也要闹和离了。萧燕，我告诉你，你若是不肯和离，我现在就去京兆府告官，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，你这个绝了后断了根的废人是怎么毁了我们柳家嫡女一辈子的。你既然不能生养，何必耽误我的年华？如若不和离，我就要去告官。萧燕，这和离书你今日是签也得签，不签也得签。柳氏，你当初进门时也是千挑万选的，如今侯府遭难，你非但不扶持，竟然还要落井下石。侯夫人这话可就不讲理了。我家小姐是承平伯府的嫡女，嫁进你们侯府是为了承欢膝下，延续香火的。可如今倒好，你们世子爷自己没那个本事，成了全京城的笑话。难道要我家小姐守一辈子活寡？我不妨明说，你若是敢赖着不签，我柳家现在就去京兆府告状，告你们萧家骗婚。到时候我就让满京城的人都来看看你萧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废人。够了，签吧，宁远侯府丢不起那个脸了。从此以后，咱们两不相欠。回府。父亲，儿子想去边关。为何？京城太齐了，全是看戏的人，儿子没脸待下去了。也好，我去求皇上准你驻守苦寒之地，或许是你唯一的出路。娘亲，等会儿爹爹回来了，我也要让他教我定北军的剑法。娘亲，哥哥又在闹腾，您看他把您的话都弄乱了。元宝，剑是用来保家卫国的，不是用来欺负自家花草的，明白吗？圣旨到！定北侯世子江云洲守土有功，其妻沈氏贤德淑良，册封为一品诰命，赐金印凤冠。江云洲册封为定北侯，世袭罔替，钦此。夫人，边关传来了消息。何事？萧燕死在边境了，听说是在一场突围战中，她被蛮夷的毒箭射中了心窝。那地方骨寒，连具像样的棺木都没有，就地埋了。当年她为了那个沈如莹闹成那样，沈如莹死后，她去边关驻守了这么多年，再没回来过。没想到最后竟死得这么清凉。唉。云暖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听了一桩旁人的旧事。旁人的事与咱们都没关系了。侯爷，咱们该进宫谢恩了。